男人挑战在超市里生存100天，只要不离开红色的圈禁就能赢到100万美金。住在这么大的超市里简直是童年的噩梦。乔治决定躺也要躺到100天，不花钱逛超市的感觉也太幸福了吧。这里的食物足够一个人吃上一辈子，所以他并不担心会被饿死。但是人是群居动物，没有陪伴，没有手机，没有互联网，他能坚持多久呢？乔治选了一片空地作为栖息地。第一天在兴奋期待中结束。第二天早上，主持人送来1万美金，要想得到他必须用等价的商品来交换。主持人让他好好想一想，每天卖出什么不影响以后的生存。乔治迟疑了片刻，觉得这些电视不能吃又不能用，于是卖掉了1万美金的电视机。接下来他要好好计划一下分类，明天要用什么去换钱。这些猫粮狗粮也不能吃。乔治提前整理好了1万美金的宠物用品，这份工作让他很充实。第二天也很快结束。第三天奖金如约而至，主持人买走了1万美金的狗粮。乔治继续清空货架，这些新鲜的水果和蔬菜很容易坏掉，所以要赶紧卖掉。接下来的5天里，他连续清空了日用品、尿不湿和玩具。看着一车一车的奖金纳入麾下，乔治掩饰不住的喜悦。他好像是在工作，又好像是在度假。第10天的时候，主持人问他想不想离开，乔治觉得还能再住上100天。主持人很意外，既然你不想走，我肯定奉陪到底。看到这么多的钞票，让乔治更加有决心了。第11天，他开始清空衣物区，在别人的超市挣自己的钱，就像在做梦一样。不得不说，乔治很睿智，他能耐得住寂寞，也会给自己找乐子。第13天的时候，他打算洗澡换一身衣服，这些空货架或许可以搭起一间浴室。他搭得很用心，在没有人的超市洗澡很放心。时间过得又快又慢，他机械一样的整理物品，每天都能收到1车的奖金。第16天的时候，乔治决定把住的地方改造一下，矿泉水瓶作为墙，卫生纸巾当床铺，不管舒服不舒服，到底像个家了吗？哎呀，怎么卡住了？原来是没话费了，月末该充话费了。我日常都在抖音商城里充话费，充值到账快方便，来给大家送福利了。点商城进入充值中心或直接点评论区就能领券充值，能随机领1至4元话费券，真的太香了。官方补贴每月限领1次，记得点评论区，抓紧上车。超市被他清空了1/3，来回搬运物品太浪费时间了。他想借用仓库里的叉车，主持人同意了。有了叉车的帮助，乔治的工作变得轻松了很多，奖金也变得越来越多。第21天的时候，他突然很想念家人，尤其是儿子的生日不想错过。虽然得到了很多钱，但是心里的那份空虚越来越明显。他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。小助手羡慕他每天都有很高的薪水，但是却没有家人的陪伴。这句话他想了很久。原本100天的计划可能要泡汤了，这些钱还能困住他多久？第28天的时候，他卖掉了所有的矿泉水，这些清空的货架也可以用来做墙壁。主持人好像看出了乔治的心事，在第30天的时候，允许乔治的家人探监。久违的重逢潸然泪下，他终于见到了自己的家人。这一刻，乔治是幸福的。如果鱼和熊掌共同兼得该有多好啊！但是成年人的世界只有固头不固定，家庭和工作永远不能两全。短暂的相处之后，乔治又回到了一个人。他希望多坚持1天就能拿到更多的奖金。第31天的时候，超市突然停电了，一片黑暗，感觉很不好。而主持人却告诉他，接下来的超市不会再通电，这无疑是难上加难。乔治只能赶紧清空冰箱里的食物。交易完成，他们拍拍屁股走人，留下乔治在黑暗中继续整理货物。还好他脑子好使，找到一些电棒、手电筒之类的照明工具，情况还不算太糟。但是黑暗的恐惧让他有些发疯，控制不住的想砸东西，直到发现超市的后门可以打开，情况才得以缓解。他在黑暗中度过了6天，忙碌的时候很充实，一旦空闲下来就想回家。他无数次站在超市门口想要走出红线，最后还是理智战胜了冲动，就算赢不到100万美金也要带走一半吧。乔治决定再坚持。第40天的时候，节目组为了拍摄方便，还是主动点亮了灯光。超市的货架被清空了3/4，腾出了这么大的空间。乔治决定把仓库里的游泳池拿出来，无聊的时候就让脑子进一下水吧。但是只玩了1天就被他弄坏了。游泳池像洪水一样洗劫了超市，他着急的去捡地上掉落的钞票，整理好的商品也被打湿。看着废弃的超市，就如同看到颓废的自己，他的内心好像也进水了，突然打不起一点精神。第43天的时候，主持人问他还能坚持吗？乔治嘴上说着可以，但是精神状态明显有些恍惚。主持人预料他撑不过3天。第44天，乔治整天都在等着有人来送奖金，最后却等来了遥控购物车。难道节目组的人也不想进超市吗？乔治感觉被抛弃了一样，拥有44万美金，心里还是这么空虚。他想不通要这些钱有什么用。在第45天的时候，乔治不想穿鞋也不想穿衣服，他就那样呆呆地坐着。主持人问他还能坚持吗？他心里不想，但是却说不出来。直到看到妻子以后，所有的委屈涌上心头，他再也坚持不住了，只想赶快回家。主持人也尊重他的决定，一个人住在超市里45天太不容易了，没憋成傻子已是奇迹。乔治最后赢到了45万美金。
这笔钱足可以改变他的人生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是你，能坚持多久呢？男人挑战被埋进地下5米的深坑里，如果能生存7天就能赢到10万美金。幽闭的环境让人窒息，他还来不及再看一眼这个世界，就被泥土遮住了天空。吉米有些慌了，还活着就被埋的感觉非常可怕，再加上挖土机的重量，整个盒子都在颤抖，他很怕棺材盖会突然裂开。好在节目组在每个角落都安装了摄像头，外面的人可以清晰地观察他的状态，如果坚持不下去可以随时离开。挖土机很快填平了深坑，活埋的挑战也正式开始。在接下来的7天里，吉米要一直躺着住在地下，这里面有一些食物和1桶20升的矿泉水，他不用担心会被饿死了，还有一些日用品或许可能也用不上。幽闭的环境还没有适应，吉米很担心会窒息而亡，他希望对讲机的另一头有人一直陪着他。显然小助手们并不愿意，这注定是一个人的战场。吉米决定睡一觉，让时间过得快一点，希望明天还能睁着眼醒来。第一天在拥挤和害怕中度过，第二天醒来，他决定把唯一的裤子变成短裤，在狭小的空间里舒适才是最重要的。随便吃一袋预制菜，肚子不饿就不想加。而外面的小助手们正在他的坟头吃烧烤，吉米却不敢多吃，如果哪怕微拉一点点也会让挑战更加困难。剩下的时间就很无聊了，他只能敲打棺材制造娱乐，一只袜子也能当做玩具。迷惑的行为让人不解，或许这就是无聊透顶的举动吧。小助手将一根管子塞进了泥土里，竟然碰到了吉米的棺材盖，然后用吸尘器吸掉管道里面的泥土。他要用微型摄像头看一眼地下的吉米，他们玩得很开心，完全不顾及吉米的情绪波动，被人撩一下就跑的感觉很失望。这时突然出现一只苍蝇，让吉米更加心烦，真是哪哪都少不了你。他已经连续躺了2天了，身上只有一种感觉 back pain, back pain, back pain, and maybe some back pain。 难过的感觉更加强烈，但是第3天会越来越糟。下了一夜的暴雨让他的墓地更加凄凉。小助手问他还活着吗，竟然没有收到任何回应，是在装睡还是嘎了？这么刺激的挑战有把大家看兴奋吗？再告诉大家个好消息，兴奋一下！大促去哪买大牌跑鞋，没套路又省钱，推荐用识货 APP， 平台实时对比全网店铺价格走势，直接替你找全网真底价。像李宁、亚瑟士、安踏只要200-300，关键这些店必须经平台定期严格筛检才能收录。标识安心购的提供假一赔3和7天无理由服务。进评论区链接新人还送现金福利。小助手们决定换一种方式叫醒他，他们搬来15个音响放在他的坟头，然后一直按喇叭，刺耳的声音果然传到了地下，吵醒了沉睡的吉米。上面在疯狂地开派对，低音炮的声音仿佛可以穿透地面，连同棺材一起摇晃。吉米发现一颗螺丝松动了，很担心棺材板承受不住震动，希望他们赶紧停止。小助手们也只好作罢。吉米决定运动一下，防止双腿萎缩，毕竟3天没有走路了，2只腿几乎忘记了使命。他找到2个只有3斤重的小哑铃，每天动一动保持活力。如果躺上7天，他不敢保证还能不能站起来。糟糕的一天即将结束，他又要开始睡觉了。外面的小助手好像一会也没有消停，他们连夜在旁边挖出一条地道，在第4天早上准时敲响了吉米的大门。这是什么骚操作？虽然不理解，但是看到久违的人类还是很欣慰，仅仅对视了一眼就很想哭。等他们走后，吉米又开始了漫长的孤独。他明明很累，但是到了晚上却睡不着，这种感觉非常折磨人。他不知道为什么总想哭。这一天他过得很郁郁，很庆幸第5天他还活着，但是却打不起一点精神，不想说话也不想吃饭，甚至连节目组的日常问候也不想回应。他希望有人能陪他聊聊天，但是小助手们就想看他难受，完全不理吉米的呼唤，反而让对讲机飞得更远一些。他已经在地下躺了5天了，后面的日子越来越难熬，他不知道还能不能撑到7天。又是一夜暴风雨。第6天早上，小助手按时喊他起床，这次吉米没有任何回应，直接关掉了对讲机。从录像上看到他很悲伤，不想搭理任何人。吉米的情绪低落到了谷底，他一说话就会想哭，莫名其妙的想哭。他很想离开这里。节目组请来家人和他通话，终于打开了一点心结，原来外面还有人在等着我，还有家人需要照顾。他又找到了人生的意义，只剩下最后1天了。最难过的前6天都过去了，还会害怕最后1天吗？吉米决定再坚持，他要开始睡觉了，希望一觉醒来能看到明天的太阳。第7天的早上一片晴朗，不敢想象他竟然在地下度过了7天，完成了一项一动不动的极限挑战。外面的人在庆祝胜利，吉米1秒也不想待在下面。小助手们开始挖坑，他们可能挖1天也挖不到棺材，还是挖土机的效率更高。他已经迫不及待想要跳出棺材了，只是很担心2只腿还能不能站起来。吉米看到挖土机的爪子推开了泥土，他终于看到了外面的亮光，激动的再次流下了眼泪。当盖子打开的那一刻，他仿佛重生了一般。医生检查过身体以后，他才慢慢的站了起来，有点头重脚轻晕晕的感觉。他很庆幸自己还活着，也赢到了这疯狂的极限挑战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是你，能坚持几天呢？
这是6个善于藏身和伪装的特殊人类，谁能躲过猎人的搜捕，就能赢到10万卢布。游戏地点设在7万多平的体育馆里，他们可以自带任何道具。大胆试想一下，如果是你会藏在哪里呢？肖恩决定反思维行动，狠心剃掉留了10几年的胡子，准备换一个人样。只要把眉毛和鼻子加高，五官变了就等于脸换了。穿上保安大爷的衣服，肖恩伪装成了体育馆的保安，他可以到处溜达，不担心暴露。这一季改头换面着实够狠。老王携带一大卷气泡膜沉重入场，里面早已被他改装成空心的，只要钻进去躺在里面，就能一边睡觉一边比赛。封口处的盖子做得天衣无缝，再把它移动到不起眼的角落，谁会检查这一卷实心的气泡膜呢？而小胖却认为坐着也能藏得很好。他发现隔壁的房间有一个木箱子，而且是封闭的，完全打不开。他打算做一个一模一样的箱子放在旁边，就能以假乱真骗过猎人。里面再放把椅子，坐着比赛岂不乐哉？真的箱子里装着货物，假的箱子里装着废物，反正傻傻分不清，猎人肯定找不到。乔治在2楼发现一个很大的更衣室，里面零零散散放着一些装衣服的空包，他打算把3个空包缝在一起，就能容纳一个人的体积。更衣室这么多包，应该不会注意我这款空包吧？小助手还特意关掉了灯光。阿伟在别的地方搬来一个货架，他要把后面的房门堵住。凭空消失的房间又有人奈我何。当他进去之后，唯一的出口被货架堵住，阿伟却坐立难安，有些焦虑。他好像藏了又好像没藏，而卷毛的方式简单粗暴，只用一条黑布就让自己消失在黑暗中。6个人藏好不吱声，猎人也开始了紧张的搜捕行动。3个小时找到他们，奖金就归猎人所有。刚进入体育馆就看到20个站立的纸板箱，难道有人藏在这里吗？原来这是乔治在藏身之前故意设下的陷阱，目的就是要浪费猎人的时间。如你所愿，明知道是陷阱，还是忍不住想要推倒他。突然他看到一只逃跑的雪人，敏锐的察觉可能是某个玩家伪装的，于是赶紧追了上去。雪人在座位之间移动，猎人快速锁定楼层，然后在下一个转弯处拦截住他，礼貌地让雪人摘下头套。竟然是陌生人，又被耍了。狡猾的乔治特意找陌生人装扮成雪人吸引猎人，成功浪费了15分钟的时间。反应过来的猎人及时止损，跑到楼道里面仔细搜查。这个体育馆大得吓人，光走廊就有数百条，如果每个角落都要检查，时间肯定不够用。猎人只能凭着感觉搜查，很快就来到了肖恩的旁边。他一点也没有怀疑闭馆的时候怎么还有保安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里。肖恩高兴得很震惊，他甚至没有多看我一眼就走了。时间过去了40分钟，猎人一点进展也没有。他在车库看到2辆汽车，而卷毛就蜷缩在后备箱里，一眼望到底的车窗好像没什么隐私。猎人看了一眼又走了。当经过阿伟的门口时，凌乱的货架他没有多看第2眼。时间过去了1个小时，他还是没有任何线索。这么大的体育馆，猎人找得很迷茫，心态有些崩了。他们会藏在哪里呢？难道还有其他房间我没去过？猎人打起精神继续寻找。他从小胖的箱子旁径直走过去，眼都没有抬一下。这箱子就那么不起眼了？猎人漫无目的地穿梭在走廊里，他找的还不累，藏的人已经快变形了，但是为了奖金再忍忍吧。2个小时后，找了那么多条走廊，终于来到了乔治藏身的门口，但他却没有开门检查，再次错过了。老王无聊地和胶带上的动物聊着天，浑然不知猎人已经来到了身边。终于他发现了什么，一卷实心的气泡膜，然后又走了。老王倒被吓了一跳，寻寻觅觅找了几圈，猎人又回到了起点。他不顾小腿的酸痛，执意要推倒站立的纸板箱，也只剩下这点不甘心了。他找得头痛想哭，在这里捉迷藏也太难了。猎人决定放弃比赛，时间停留在2个小时20分钟。节目组开始一一揭晓答案。他记得来过这些地方，但都没有仔细搜查。猎人输得很遗憾，尤其是阿伟消失的房间，谁会在意这凌乱的货架呢？你这是捉迷藏还是变戏法呢？乔治的更衣室他好像没有来过，就算来了也不可能注意到地上的这些空包。猎人输得心服口服。当他再次见到肖恩时，眼睛差点瞎了，变成这样鬼能认识你？猎人被震惊的脑瓜子嗡嗡的。小胖的箱子他以为打不开，没想到出口朝里面。这看似装货物的箱子很容易被忽视，猎人尴尬的无地自容。6个人决定平分10万卢布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是你能找到几个呢？用垃圾造的小船可以载人下水吗？他们要挑战用废弃的物品建造一艘船，开局1人1个框架自由发挥，使用的材料就在这个转盘里，转到什么就要用什么，谁的小船跑得最快就能赢到1000美金。黄毛转动转盘获取第一个材料，他赚到了汽水瓶，阿伟赚到了胶带。奇奇怪怪的材料如何建造小船呢？阿伟把胶带粘在下方作为船底，软塌塌的必须要多粘几层。黄毛认为汽水瓶的漂浮性很好，放在前面会更加安全。遇到没喝完的空瓶子，他是一点也不舍得浪费。nice and warm. 2人快速完成了第1步，暂时看不出谁的优势。他们继续转动转盘获取材料，这一次阿伟转到了水桶，黄毛转到了泡沫条。
数量不多，必须要好好设计。黄毛把泡沫条固定在一起，填充左边的船身，不仅美观，还可以漂浮。阿伟的水桶绑在船头，非常百搭。这么大的塑料水桶，托起一个人应该没问题吧？第二轮的材料也用完了，他们继续去转动转盘。这一次阿伟赚到了气泡膜，黄毛赚到了保温箱。意料之外的材料有点尴尬，但好歹是塑料的，多少有点用处。黄毛被保温箱里的惨叫鸡吓了一大跳，谁这么有心还送来一只鸡？2个箱子放在后面，正好可以当座椅，防止屁股被水打湿。至于那只鸡嘛，粘在船头当喇叭也很不错。阿伟的气泡膜裹住了左边的船身，看起来好像更像船了。他幻想着在水中漂浮的样子，但是这些还远远不够。2人继续去转动转盘，阿伟转到了大积木，黄毛转到了泡沫板。这么大的泡沫板简直如虎添翼。黄毛打算放在底部托起船身，裁剪出合适的形状，就能粘贴得更结实。他的小船漂浮性又升级了。阿伟的乐高很厚实，拼装成长方形就能作为小船的挡板，不但结实还很沉重，希望不要成为小船的累赘。他们继续转动转盘，选择材料。黄毛转到了大水桶，阿伟转到了塑料水管。这些接头可以让水管变成想要的形状。阿伟要在底部增加一个框架，小船就能完美的漂浮起来，同时也能起到支撑的作用。黄毛把水桶粘在一起，填充右边的船身，看起来越来越有船样了。他很有信心超过别人的船。阿伟这次转到了收纳箱，黄毛转到了胶带，他该粘的地方都粘过了，只有船尾还是空落落的。黄毛用胶带快速封闭了船尾，还自制了一个胜利的表情。阿伟用收纳箱的盖子封住船尾，2个箱子成为座椅放在中间，船终于有了船样。2个人的小船基本制作完成，只差一个螺旋桨推动前行。节目组提供了一模一样的电动螺旋桨，剩下的就看他们自己的成果了。2人推动着小船来到海边，一个比一个自信，他们都认为自己的小船能赢，谁先围着2颗红球转一圈就是赢家。阿伟已经等不及了，驾驶着小船进入了水中，下面的胶带撑不住压力，不断的往里进水，但他表示没问题，只要不沉船就会一直前进。比赛开始倒计时，2人同时启动螺旋桨，黄毛的小船往前移动，漂浮得很稳当，而阿伟的小船还在进水，就连螺旋桨也拖不动它。眼看黄毛已经绕过了一个红球，继续往下一个红球出发，阿伟着急的用手拨水，但是很快黄毛的螺旋桨电池用完了，距离目标还有一段距离，他飘在中间手足无措。阿伟的船尾已经进入了水中，他不想再坐以待毙了，果断弃船而逃，游向红球的位置。虽然小船不给力，但是人是活的，想去哪里去哪里。阿伟很快超过黄毛，游向下一颗红球，在黄毛懵逼的观望中，他成功游到了目的地。阿伟赢了吗？这是比船还是比人？黄毛认为他没有遵循规则，但是阿伟却坚持是自己赢了。你的船虽好，但是脑子不聪明，所以 Loser! Why? Why? 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是你会怎么利用这些材料呢？巧克力做的牢房和冰淇淋做的牢房哪个更结实？谁先逃出5个甜蜜的陷阱就能赢到1万奖金。使用的工具自由选择。第一关是用棉花糖和积雪做的牢房。阿伟惊喜地发现，棉花糖墙壁不仅松软，而且遇到水就会融化，这不就好办了吗？他拿起水气球使劲扔向目标。再来一盆洗脚水，轻松打开了棉花糖牢房。乔治尝了一口干净的积雪，感觉质地也很松软，于是捡起水枪塞进雪里面。他也闯过了第一关。第2个牢房是用大米饼和冰淇淋做的墙壁，黏糊糊的大米饼很厚实，可能还没有干透，外面的一层很容易抠掉，而乔治的冰淇淋冻得硬邦邦，为什么要砸开它呢？有冰淇淋陪伴不是很享受吗？他不舍得浪费这些美味。阿伟找到一把圆月弯刀，他在米饼的中间划一个圆圈，切开了碗一样大的出口，失去了中心的墙壁好像没有了支撑。阿伟使劲扯掉边上的米饼，进展得如此之快，旁边的乔治再也坐不住了，他抡起斧子砸向冰淇淋墙壁。再好吃也没有奖金箱啊，不知道是谁做的墙壁，料加的这么多。乔治着急的一斧接着一斧，在他的不懈努力下，终于打开了一个缺口。别高兴太早，阿伟的米饼墙已全部打开，他进入了第3个牢房，乔治紧跟其后，比赛进行得如火如荼。第3关是巧克力牢房和冰咖啡牢房，巧克力的密度很高，榔头砸在上面凹下去几乎没有破损，阿伟只能换个工具继续砸。乔治的冰咖啡也很坚硬，他用刨丝器削冰块，掉落的冰沙好像可以吃哦，或许可以做一杯咖啡味的刨冰也很不错。阿伟拿来一个加热的熨斗，巧克力遇热就会融化，这么省心又省力的方法谁能想到呢？乔治却认为他作弊，切断了熨斗的电源。没有关系，他还有一个更厉害的工具呢。这个伞形的铁铲确实能铲下来巧克力，只是没用几下就坏掉了。阿伟换一把榔头继续砸。乔治的冰咖啡里面没有冻结时，当打开一个口子时，液体呼呼的流了出来，他来不及喝上一口，抓住机会赶紧砸。
这一局他很有机会超过阿伟。比赛激烈的进行着，乔治很快砸开了一个洞口，他继续把缺口变大，抢先一步打开了牢房，然后进入下一关继续挑战。阿伟的巧克力墙壁也打穿了，他换了一把大斧子，从中间一分为二。再牢固的巧克力也怕劈腿，只要打开一半的墙壁，身材瘦小的阿伟就能穿过去了。第4关是糖果牢房和冻海绵牢房，硬质的糖果墙非常坚硬，大锤子砸在上面只掉下来一些粉末，难度升级，这一关注定不好过。阿伟只能用凿子凿掉上面的糖块，但是凿上一天也不一定能打开，他又换成镐头继续砸。乔治的海绵擦吸水结冻，硬度堪比混凝土，不管他用什么工具，始终找不到突破点。再看阿伟的糖果墙已经打开了小洞口，他换了一把大锤子继续砸，看到别人的工具很好使，乔治也用大锤子砸墙壁，但还是追不上阿伟了。人家准备逃走时，他却抱着大腿不撒手，赖皮有什么用？阿伟劝他还有机会。乔治捡起来锤子继续砸墙壁，等到右边的缺口变大时，他用镐头撬开了整块墙壁，问题不大，应该追得上。第5关是彩虹糖牢房和黑冰牢房，厚厚的糖霜包裹得很紧实。阿伟铲掉一颗大糖果，一颗一颗的铲，要铲到何时？还是用锤子大面积砸吧，表面的糖豆被震掉了很多，而乔治的棒球棍砸在冰块上几乎没有效果，反而震得双手发麻。他换了一把木头锤子继续砸。再看阿伟那边，大锤子的破坏力一击贯穿了彩虹墙，再使劲砸几次，洞口也变得越来越大，他准备逃出去了。乔治再次抱住了大腿，但是阿伟没有给他机会，率先逃了出去，赢得了比赛。他不甘心继续回来砸冰块墙，两个人里应外合一起打开了黑冰牢房。比赛固然重要，但是友谊也是无价之宝，所以奖金还是一人一半吧。 No. 1000万颗泡沫粒中藏着一颗棉花糖，谁先找到它就能赢到10万卢布。泡沫粒和棉花糖几乎一模一样，如果要在1000万颗同类里找一类，难度不亚于海底捞针。小胖认为棉花糖是甜的，只有靠嘴巴才能找到它，而乔治嫌弃2只手找得太慢了，索性脱掉鞋子，让2只脚也加入了寻找。棉花糖的体积很轻，它可能不会沉入池底，随着来回走动位置也会变换。5个大男人仔细地翻找着，突然乔治蹲在里面一动不动，不会这么快就找到了吧？小胖赶紧过去帮他一下，装神弄鬼吓唬人而已，这么多的泡沫颗粒哪会容易找到呢？主持人建议开始第1个挑战，他把2只耳机扔进泡沫里，谁先找到就不会受到惩罚，耳机会发出滴滴的响声，就看谁的耳朵好使了。他们疯的一样到处翻找，泡沫的声音超过了耳机的响声，只有全部安静时才能听到声音。4个人挤在一起聆听声音的来源，确定位置才能找到它。耳朵竖得像天线，眼睛瞪得像铜铃。老王一头扎进了泡沫的底部，憋了很久才钻了出来。他竟然找到了1只耳机，甩掉了惩罚，让老王很安心。对面的乔治也找到了耳机。在阿伟的捣乱下，他彻底失去了耳机，但肯定在这附近没错。阿伟不放弃，继续扒拉，其他人也紧盯着这个位置。听见声音越来越近，他们把泡沫颗粒一扒到底。杰克眼疾手快，最先抢到了耳机。其他3人虽然生气，但也不得不接受惩罚。主持人用一根绳子把他们牢牢地绑在一起，走起路来前脚贴着后脚。如果有人想要脱离团体，就会让同伴摔倒。看来短时间内他们谁也离不开谁了。2只手没有被束缚，还是可以继续寻找棉花糖的。在一旁看戏的老王没有注意脚下，差点踩死杰克。时间过去了2个小时，他们还是没有找到棉花糖。主持人提议开始第2个挑战，这次是把棉花糖含在嘴巴里报数，按顺序逐渐增加，输掉比赛就会受到惩罚。小胖把1颗棉花糖放进嘴巴里轻松数1，老王的是2颗棉花糖轻松报2，乔治塞了3颗棉花糖也能喊出3，杰克的嘴巴装得下4颗棉花糖勉强报出了数。轮到阿伟了，嘴巴塞了5颗棉花糖也能接着报数。第1轮没有人淘汰，接着开始第2轮。小胖塞进6颗棉花糖已经撑出了极限，再加上别人的逗笑，他根本发不出声音。杰克的嘴巴只能容纳9颗棉花糖，老王的容器也只塞了11颗，接连淘汰了3个人。乔治继续塞第12颗棉花糖，然后努力找到发音的位置，他又闯过了1次。阿伟的13颗棉花糖还能塞进去吗？他也过关了。乔治继续塞第14颗棉花糖，这次的嘴巴已经到了极限，塞得进棉花糖，但是发不出声音来。阿伟的嘴巴还能塞第15颗棉花糖没有问题，那16颗呢？嘴巴撑得像充气的气球。这一局阿伟赢了，其他4人就要接受惩罚。主持人将他们的双手用胶带裹在袖口里，把大手变成了小手，像鸡爪子一样找东西更加难了。小胖躺在里面等待着惩罚结束，而其他人不想错过任何机会。鸡爪子也可以翻来翻去，这一次阿伟很有优势，他有手有脚，找到棉花糖的几率比他们都高，就看他运气好不好了。时间过去了40分钟，主持人拿来1盒棉花糖，让他们预估一下里面的数量，差距最大的将会受到惩罚。小胖想了一下，应该有80颗吧。乔治认为可能有83颗，
杰克的答案是95颗。阿伟掂了掂重量，感觉有120颗左右。老王目测了一下高度，认为有75颗。谁的答案更接近呢？主持人在众人的注视下，一个一个的数好数量，总共有77颗棉花糖。老王预估的如此接近，而阿伟的差数也是最大的，所以他的惩罚是笨重的相扑服，穿上之后也没有变得很厉害，被乔治一把放倒了，而且又累又热，就连找东西的心情也没有了。乔治和老王商议合作寻找，当他在前面翻江倒海时，老王在后面用眼睛扫视，只是速度还是太快，两只眼睛根本看不过来。又过去了1个小时，他们还是找不到棉花糖。主持人提出开始新的挑战，2幅画中只有一处不一样，谁找不到就会受到惩罚。他们看见2只猫哪里都是一样的，只有小胖找到了不同的地方，那就是猫的右爪花纹，它暂时安全了。第2幅画是水果的图案，他们看来看去，乔治快速发现了不同的地方，旁边的茶具不一样，他也安全了。其他人看得眼瞎也没有找到。接着开始第3幅画，3个人看得很仔细都没有发现疑点。主持人将画板靠近一些，这一次老王终于发现了，脖子上面竟然多了1颗痣。最后一幅了，这次谁能找到呢？杰克看到了藏起来的蝴蝶，这一局阿伟又输了，他的惩罚是后背支起1根棍子，这下彻底限制了自由，想找东西是不可能了。其他4人继续寻找，找了好久，棉花糖的影子都没发现，他们很累，好像失去了斗志。主持人拿来一个紫外线手电筒，照在棉花糖上就会发光，谁能将棉花糖投进前面的水桶里就是谁的，这可是个重要的工具。5个人轮流尝试，水桶的出口很小，而且棉花糖还有弹性，想要投进去特别困难，但是他们都没有放弃，好几次差一点就成功了。终于小胖不负众望，投进了1颗幸运的棉花糖，他也得到了紫外线手电筒。节目组关掉电源，让灯光更加集中，小胖打起精神仔细的寻找，同伴建议他从泡沫的下面照射效果更好，如果碰到棉花糖就会发出亮光。小胖忙碌的寻找着，其他人好像没有了机会，在黑暗中傻傻的站着，反正什么也看不见。只有乔治很想再捡漏一下，小胖一边扒拉一边照射，他几乎找遍了每一个角落，终于看见了会发光的棉花糖。主持人仔细确认了形状和大小，是它就是它。恭喜小胖赢得了比赛，也赢到了奖金，整整找了5个多小时，一切努力没有白费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认为用什么方法能快速找到呢？只有1平方米的房子可以住人吗？谁能在里面住上7天就能赢到10万卢布？房子小的目瞪口呆，但是设施还算齐全，不仅有桌子、椅子、卫生间，还有一张 IO 型的硬板床。这是出自哪位设计师之手？竟然设计的房里房气的。200斤的乔治几乎卡在了里面，蹲下转身都很困难。如果想上床睡觉，他必须要把自己3折叠起来。本来想要休息的法让他更累了。相对瘦一点的阿伟和老王稍微好一些，虽然四处碰壁，但也能克服一下。只是幽闭的空间让人窒息，他们不知道能坚持多久。等3人安顿好以后，主持人准备了大份的午餐，1大盆沙拉，1大盆泡面，还有1大桶山泉水。这些食物足可以够吃1个星期，饿是饿不着了，只是本就狭小的空间更加拥挤了。乔治想要倒一些水喝，没想到这么简单的动作差点把他累死。好在方法总比困难多，他终于是喝到水了。1平方米的房子只有1块瓷砖大小，不管是站着、坐着还是躺着，都让人感到拥挤。如果要住在里面，谁能做到呢？晚上10点的时候，他们准备要睡觉了，主持人却抱来1只超大玩具熊，塞进了3人的房子里。唯一的规则就是不能丢出去。小小的房子里又多了1名不速之客，这让他们非常难受。老王直接把他扔进了厕所里，乔治和阿伟选择放在床边，万一不小心掉床，还能减轻点疼痛。折腾了1天，他们也累了，不管睡得着还是睡不着，都要试着睡一下。IO 型的硬板床也只能蜷缩着双腿躺下，整个夜晚翻来覆去，乔治睡到4点就醒了，他浑身酸痛，越睡越累，非常想念家里柔软的大床，但是那么多的奖金又不舍得放弃，他还想指着这笔钱给自己买辆车呢。说到车，像我最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宝马3系，才花了9万多，比新车便宜了15万，开起来跟新的一样。现在新车掉价快，买瓜子特划算，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能先试开3天，放心买就行。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上高价卖了。总之听我的，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。阿伟睡到7点钟也醒了，他的双腿已经麻木了，必须下来活动活动，这么小的硬板床根本睡不好。缺少睡眠的老王打不起1点精神，而乔治和阿伟已经起床了，他们决定洗漱一下，让自己看起来更精神。第2天早上，主持人买了咖啡和早点鼓励他们，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，每人1包彩色的气球，他们可以用气筒或者用嘴巴吹，谁先吹完就能赢到奖励。3个人赶紧开始了比赛，用打气筒的速度还是太慢，还是用嘴巴吹更快一些。他们吹的腮帮子酸痛也没有停止，比赛激烈的进行着，一个接着一个。老王首先吹完了所有的气球，阿伟和乔治还是慢了1步，只差几秒的时差。他的奖励是1台游戏机，用来打发时间着实不错，可以暂时忘记烦恼。时间很慢，来到了下午，主持人决定开始新的挑战。他找来3个陌生人放进小房子里，安静的环境一下吵闹起来。
他们喧宾夺主，非要占据大床，不管三人同不同意。主持人建议他们和平共处，这么小的空间怎么和平？乔治的室友索性脱掉了衣服，非要这个时候去洗澡，几乎用光了所有的纸巾。乔治气得脸都绿了，打开房门就要赶他出去，没想到老白也很倔强，完不成任务不能离开，他们也没得办法，只能互不打扰。直到一个的突然出现，乔治再也忍不了了，一脚把他踹了出去。这么小的空间放你还是个人吗？时间过得很慢，又到了晚上，老王很怕室友会留下来过夜，于是和他商量离开的条件。小哥要他拿到奖金以后分他1万卢布，老王想都没想直接同意，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。阿伟那边也是同样的条件，只有陌生人老白空手而归。主持人告诉他们，熬过了今天晚上就是第3天了，他很想跳舞庆祝一下，来回踢踏的小脚好像在宣示自由，可以伸展的空间简直太棒了。被困的3个人也只能眼巴巴地望着。又到了睡觉的时间，虽然难受但也要去睡，不然明天的精神会更差。恍恍惚惚又是一夜，他们垂头丧气，好像有点迷茫，没有人离开，不知道要住到什么时候。主持人提出新的挑战，每人折一架飞机，谁的飞得最远就能赢到奖励。折纸飞机并不难，他们很快完成了制作。主持人挨个试飞了一下，只有老王的飞得最远，他的奖励是可以出门透透气，但是不能离开房子，所以连房带人一起被抬进了卡车里。老王突然就后悔这个奖励了，这明明是惊吓好吧。卡车围着仓库转了一圈就回来了，老王的心跳久久不能平静。乔治的女友带着狗子前来探视，他好像感受到了家的味道，所以当夜晚再次来临时，他睡得格外安稳。但是在第4天的时候，乔治还是很想家，他意识到可能撑不过其他2人，所以打算放弃。他表示已经尽力了，使劲伸展一下4肢，被束缚的日子太难过了。比赛还剩下2个人，他们同样坚持，谁也不想认输，好像适应了这种蜗居的生活。第5天的时候，主持人再次增加难度，把透明的墙壁换成了木板，看不到外面的空间好像缩小了一半，视觉上更加拥挤了。但是他们好像没受到影响，依然还在坚持。第6天的时候，阿伟感觉很热，没有空调没有风扇可能会被热死，但他还不想出去。老王也表示不想离开。主持人很佩服2人的耐力，只是这样比下去可能明天也分不出胜负。这时阿伟提议他们可以达成平局，奖金平分，不知道主持人同不同意。看到他们如此僵持，主持人也只能妥协。这种双赢的局面皆大欢喜，为什么不支持呢？他们坚持了6天已经是奇迹了，很佩服2人的意志力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是你能坚持几天呢？这才是捉迷藏最极致的隐身方式。男人为了躲避专业侦察兵的搜捕，竟然把自己伪装成了树哥，只要坚持1个小时不被抓到就能赢得1万美金。他们藏身的方式闻所未闻，而节目组找来的2位老兵也是经验丰富的侦察界大能。乔治不惜花重金请来了特效化妆师，他要藏进大树里，只要在根部切开一小片区域，装得下脑袋就可以。切掉的树皮一定要放好，这可是藏身的点睛之笔。化妆师将剪好的树皮贴在乔治的脸上，好像拼图一样连贯有规则，只是嘴巴没有那么自由了。小助手将他的下半身掩埋进泥土里，最后在头顶布置些杂草，若隐若现的隐形人就这样诞生了。从远处看一点痕迹也没有。乔治很有信心赢到比赛。阿伟这一次也是煞费苦心，他要伪装成一匹白马，如果被发现了他就能骑着马逃跑。还好马的主人也在现场，不然很担心他会被踩死。当阿伟爬上马背时，主人帮他整理好马鞍，他变成了一匹爱吹牛的小马，希望这用心的操作能骗过侦察兵的眼睛。小白制作了一件垃圾袋斗篷，他只要往角落里一趴就没人能找到，但是被人踩到就不好了，所以还是藏在垃圾桶里更安全。于是他用垃圾制作了一顶帽子，当他钻进垃圾桶里正好盖得严严实实。3个人全都隐藏完毕，2位侦察兵也准时来到了场地，他们要用1个小时的时间搜索整片庄园。虽然没有带任何辅助工具，但是2人的动作麻利又有效，兵分2路快速清除每一个区域，只用了6分钟就检查完了大仓库。根据多年的作战经验，能藏人的任何旮旯都不能放过。当经过小白的垃圾桶时，大胡子随手看了一眼就走了。小白嘴角的笑容还没有消失，又被杀了个回马枪。小白被粗鲁的抓住了，只用了9分钟就找到了1个人，他们的行动效率还挺高。哎呀，怎么卡住了？原来是没话费了，月初可以充话费了。我日常都在抖音商城充值中心里充话费，充值到账快方便，来给大家送福利了。点商城，进入充值中心，或直接点评论区就能领券充值，能随机领1至4元话费券，真的太香了！官方补贴每月限领1次，记得点评论区，抓紧上车。肖恩认为他们可能都藏在外面，房子里的空间有限，装不下捉迷藏界的大能，但还是要筛查一遍室内。他们以最快的速度清除了这栋大房子。肖恩建议执行包围模式，搜查这片平原，然后到中间汇合。2人快速行动起来。时间过去了30分钟，他们几乎跑着在灌木丛里行动。摄影师的鞋子跑丢了也追不上。肖恩看到一匹可疑的小马，像驼峰一样的马背不应该这么高啊，而且大热天还包裹着毯子，它不热吗？肖恩的直觉一定要看一下。阿伟想跑也来不及了，他
他也被抓住了，又淘汰了一个人，只剩下乔治一人了。大胡子从他的旁边经过，丝毫没有任何发现。时间只剩下20分钟了，他可能会藏在草地里吧。肖恩感觉他可能会藏进树里，只有那一片的树最多也最隐蔽。两人的观点达成了一致，决定把目标锁在这一片树林里。他们再次分开行动，以包围模式从两边开始搜查。他们检查得很仔细，感觉能藏人的地方扫了一遍。5分钟后又碰到了一起。肖恩的直觉和经验让他看哪里都很可疑。他在观察植物和地面有没有线索，在乔治的身边经过了很多次，总感觉他就在身边，到底在哪里呢？突然他看到泥土的颜色好像不一样，于是绕过去检查，竟然被他找到了。这么小的蛛丝马迹也能发现，真不愧是侦察界的大能。乔治输得心服口服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你是寻找者，能在1个小时之内找到他们吗？